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大主题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重磅消息，中日产业战现在全面升级了。日本从8月16号这一天会开始限制它的工业基母要来出口中国大陆，卡住中国制造。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则是反制，用的是掐住稀土的出口，还有锗跟镝的出口对日也是直接归零的。另外一方面，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是澳洲在封中国大陆的稀土股权，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先欢迎在场来宾，首先欢迎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视频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健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视频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我们节目开始前记得帮我们节目按赞。那么环球大战线的会员频道已经成立了，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没有按下加入键，赶快记得按下加入，可以获得最快最及时的这个大战线的资讯哦。那么如果希望跟我留言互动的，欢迎在留言区写下私密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一样我会亲自做回复。今天有关于中日的产业战呢，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个贸易战了，这一次双方打的是这个包括了高端的制造业跟战略资源的一个核心命脉，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到，一边是日本，它现在拿着它的高端机床来当做它的武器，来卡住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另外一边，中国大陆现在呢祭出的是稀土还有稀有金属来反制日本，当做它的筹码，要掐住日本高科技的原料命脉。先来看，这是最新消息，日本的最新消息，从8月16号开始就会正式的收紧它的精密机床对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了。高市早苗甚至自己亲自跳出来说，相关新的申请是否接下来会放行，他会来亲自做审核。连高市早苗都已经出来喊话了。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卡中国大陆在半导体、航太、机器人、汽车、军工领域的发展，这一些领域要发展都需要用到高端机床，而中国大陆现在的弱点恰好是它有70%的需求，至今都还是仰赖日本的。那么我们也来看到，就在这个日本宣布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限制之后，但是呢，中国大陆对它的机床的订单需求仍然是持续增加的。先来看到3月份，日本对中国机床订单是达到了500多亿日元，创单月的新高。6月份，中国的部分更占日本海外机床订单接近达到了40%左右哦。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限制哦，已经不是单纯的出口限制而已了，它也是试图卡住中国大陆下一代制造业的升级。那接下来中国大陆怎么办呢？真的会影响到中国不管是在半导体、航太、机器人、军工升级等等领域的发展吗？尚志哥，请问怎么看？好，日本出手哈，那这次针对中国会不会打到中国？可能会哦。目前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日本决定，要对于中国当中有点一个反制的部分的措施。我们知道之前日本反制像是光刻胶，以为很严重，结果中国大陆直接把你平替了哈。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对于日本来说，长久来全世界都知道，像日本、德国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制造业、制造工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它厉害的最核心之处，其实就是这个我们讲精密数位机床。这里头运用当中，我们讲那些精密螺丝啊，你要钻洞啊，你要车床啊，你要齿轮要磨，这里头不止这个机器厉害，包括人去做这个机器，人去保养这个机器，那个0.几微米的部分哈，那些老师傅，而且你弄完之后，第一个它那精密的卡准。所以呢，甚至包括，而且你这个机器10年之后都没坏哈，这就是日本这个所谓的精密，我们讲精密制床或精密机床的厉害之处。所以所有现在在应用的，可不是一般的工业，是它通常用的部分是最精密的，比如说航太，比如说一些军事武器、半导体的部分，还有最新现在人形机器人的一些减速器，包括一些关节所在的部件。都需要这个东西。好，就日本为什么突然这样子哈？那它当然是针对一个叫做输出贸易管理法去修这个法。这个法呢，其实2024年日本就开始一定在修哈，因为已经很久了。只是修着修着当中突然加速，而且就是在这几天突然这样子宣布。好，它宣布是有备而来的。要知道现在所谓这个精密机床是什么概念？中国大陆的70%都是来自日本，而且中国大陆现在的技术还没有完全的攻克。
刚刚讲航太业、军工业，在这里头其实都是最大的关键哈。因此，而且这次我们看它里面的内容，它主要针对的是什么？是针对于5轴联动。各位，1轴、2轴、3轴、4轴、5轴，你不懂制造也清楚嘛。而且这作为最精密的5轴联动是它锁定的。那有3轴跟比较低阶的5轴不在这个管制之内，所以它就是最厉害、最精密的管控你，而且它管控了整机哦。管控的核心的零组件，如果中国大陆你现在有的，你要后面买零组件，比如说什么航空公司啊、机轮公司，你要买零组件没有了，逐一批。还有关键的设计软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全部嘛，它全部就把你控制住哦。那现在其实这整件事情的部分影响，刚刚讲还不知道，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大陆评估。有可能会影响2、3年，要到中国大陆能够全部攻克，有可能2、3年才可以。所以现在受过的影响，但现在整体评估，这一次到目前为止，日本的部分并不是死绝的把你切断，它可能还是有一些漏洞。或者比如说，第一个它不是全部的禁运，你还是可以申请审批。只不过刚刚讲高市早苗是都放话了哦，如果你现在最新的部分，他们现在预估中国大陆的军工业啊、半导体的业，你是80%，大概是绝对不可能，你申请他也不会给你。但是现在可能的途径就是像先前在稀土，日本也是这么做。绕到欧洲，也就是说，现在如果第三国的二手机或者绕到部分是国外的子公司生产呢，子公司贴牌的，目前就不在这个禁运里面，所以这里可能有这么一点点漏洞。我想高市早苗为什么突然这么做，可能跟他最近的背景有关，还是值得讲一讲。要知道，最近其实日本跟以色列方面已经在接触，准备要签订更大规模的部分的所谓的军事同盟的合作。这里头包括以色列准备打算把包括无人机、包括一些导弹以及各式各样武器，包括软体，要整个什么样规模呢？1600亿美金，包括日本在内一起合资，要准备把这个生产线转移到。日本，那这个是最新的，而且现在先前乌克兰跑去日本接触讲无人机，对不对？是很快的，他们谈1个月就签了。这个签了当中，钱、地点，包括后面的生产合作的公司，全部都已经确定了，而且快速要上线生产。大量的现在包括乌克兰无人机，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现在最近有一个迷之自信，就是说对于对抗中国的部分，除了有美国撑腰之外，当然刚刚前面讲的背后也可能是美国的意志，所以他突然有个觉得对中国有强烈对抗的能力，所以我们认为现在看起来他有关于这部针对日本精密的这个机床，而且确实是对于中国可能有一点卡脖子，而且卡在航太。军工跟机器人这些前瞻发展上，所以推出这个部分的对抗的部分的政策有没有效果？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好，所以现在高市早苗是突然间有了底气了吗？有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特别是在军事上面的协助，是不是就更有底气去对抗中国大陆？所以今天祭出了一个最新的这一招嘛。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有没有反击措施？当然有了。我们赶快要来看到，其实中国大陆的反击力道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对日本祭出的稀土的出口管制。我们先来看到统计的最新数据哦，光是今年上半年出口给日本的稀土已经一口气暴跌51%了，6月份更狠哦，年减幅高达了80%。主要的关键就是在重稀土对于镝还有锻的。日本出口是直接归零的，镝跟锻为什么这么重要？就像是日本去封中国大陆的机床一样哦，镝跟锻同时也掌握了可以影响日本的，包括了军工设备、高端制造、电动车的马达，甚至是精密电子等等。另外一方面，除了掌握这个矿产原料之外，中国大陆更掌握了一系列，包括了这个从采矿啊到分离、冶炼等等。供应链的整体技术，大家就在看说，那中国大陆现在对日本的这个稀土出口如果减少的话，是不是稀土相关的企业他们的获利就会减少呢？结果是不减反增了。我们也赶快来看到最新数据哦，中国稀土集团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年增幅46%，北方稀土预估上半年净利润年增幅更是暴增了121%，代表说价格提升，虽然说这个。出口减少了，但是价值更高了，所以8月份稀土价格哦，从2025年8月以来已经上涨幅度高达了30%。这个是中国大陆对于日本在稀土方面的制裁。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也强化，刚刚讲了嘛，美国跟日本在一边，所以中国大陆也强化对于美国的稀土制裁。最新的方法是因为他要报复美国所做的这一件事情。美国在今年上个月底把43家的中国大陆的企业列入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的实体清单当中，所以制裁的企业已经增加到187家了。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想到办法来治美国了。这位是高志凯，他是中国全球化智库副主任。他说呢，中国现在应该要成立一家稀土总公司，重点来了，这个总公司就是设在美国一直不断提的新疆这个地方。他就说呢，如果未来美国你需要稀土的话，就请你亲自飞一趟到新疆来这边来跟我们谈，不管是稀土的出口甚至价格都是由中国大陆来决定，甚至未来还在新疆这边用人民币来做交易等等。干哥怎么看？日本很少这样，你看收紧了精密的机床的出口管制，他很少这个样子，而且他现在学的都是我们中国这一套，就是说加严审核，你知道加严审核的意思？日本是一个最假仙的，就是我们台湾话就是说很假仙呐，表面上很有礼貌，那个肚子里面全部都是刀剑。他坦白讲，他说我不是不卖你但是我现在从严审核，意思跟不卖你是差不多的意思啦。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中国的整个生产链呢？跟供应链呢？可能是会的。上次讲没有错。那你以为中国就可以让你这样挨打吗？看谁被打得比较痛啊！我跟你讲，你看现在敌跟特两种重金属也就是那个这个元素，老实讲一句，到这个月已经怎么样？已经归零了。我们中国不出口给日本了。你不出口给日本，因为这两样这个元素最重要，它是什么？军工业和高性能马达，还有一个大家没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也非常的要紧，叫乙，一个金再一个乙，它是做什么的？癌症医疗设备要用到这个乙还有什么？还有半导体设备也要用到乙，所以说乙这个东西也很重要。总共7种这个重要的稀土都已经被中国下令先暂时，但是坦白讲一句，中国不会完全断供，你不能完全断供，为什么？因为你完全断供的话，那就代表是针对性的，你就是针对我日本的。但是中国不能在这个阶段里面还没有到要打仗的地步，我还不能说我就不卖你，对为什么？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像美国在2次大战之前跟日本讲说，我现在石油就不卖你了，日本就准备打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说这个叫战争宣示、战争行为，所以还不到那个程度的时候，现在中国一定不会讲说我完全断供。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老实讲一句，是美国就在帮腔。你知道，美国你看国土安全部他竟然上个月底就说中国已经有100多家被列入管制了，你这些企业都跟军工有关系，那我现在又多加43家。这43家是哪一种的？就是中国的企业里面有铜、有铅、有黄金、有服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最重要的就是棉花。他又把那个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他又搬出来了。他说：“你现在不是只有维吾尔人你还有吉尔吉斯人还有哈萨克人都牵涉到被中国当局奴役，进入什么再教育营。”那好了。中国的智库副主席高志凯他就说：“好，你要这样子是不是？你美国要跟着日本一定要这样子搞我们中国没有关系。那我们中国应该要成立一家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要设在哪里？你知道？要设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而且不接受任何电邮，也不接受任何电话，也不接受任何网络订购。要买稀土是吧？你国防部 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局，请你派专员，要先过我们这个我们中国安全部门审核，你才能够来。不是来北京，你到了北京，你要坐，不管你爬的也好，坐高铁也好，坐马车也好，你给我到乌鲁木齐来谈判。你现在有资格再来谈判。高志凯，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很传统的一个中国人，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是朋友，我们都可以谈；不是朋友请你自己想办法到乌鲁木齐来谈，而且我们要纸上签约，不可以用 email。这个真的是，然后等一下签完了之后要用人民币付款，不接受美金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跟中国斗争的话，那下场不好的绝对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或日本你们自己。
好，现在其实呢，我们刚刚讲的是日本跟进美国，美国老大哥来对中国大陆祭出这个制裁。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同样是跟日本一样跟进美国老大哥来制裁中国的，还有澳洲了。澳洲最新，我们也来看，它也有了动作，正在加强审查中国大陆相关投资人，要求呢，只要你是中国大陆的相关股东，你就要出售掉澳洲稀土企业北方矿业你的持股哦。目前中国相关的股东占这一间的持股大约达到了17%。为什么这一间公司特别的重要？因为呢，它开采的矿主要是包含了镝还有锑等等这一些重稀土。张晋老师怎么看澳洲的动作？接下来你怎么看？我想啊，在这些就是这个封锁技术产品或者封锁原材料。所有的封锁的这些手段都是慢性的在绞杀对方，可是有一句话讲说，你要卡人脖子，你一定要跟上帝站在一起。换言之，也就是说，你技术领先的产品，终有一天人家还是会追得过。可是呢，矿产原材料产在你的家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人家讲说是因为资源的封锁，会逼得对方狗急跳墙，然后甚至诉诸战争手段，诚如刚才干哥所讲的，逼得日本人非要下南洋，然后去夺资源，这是可能的。那我是觉得这个澳洲呢，他现在针对股权上在这个做这个文章，我想必须要提醒一下，在西洋的这个海洋法系的国家之中，你不可以针对单一的这个企业去立法。你可以用行政手段去要求，可是呢，他万一要求普遍性立法的时候，其实这种做法是没有办法站得住脚，所以在这边要提醒。至于高志凯先生讲说是把那个稀土工业全部拉到那个就是新疆，我以前新疆有一个这个就是美国有个参议员叫 Tom Cotton， 他们动不动就是找新疆的棉花开刀。就新疆就取了一个名字，这个棉花种叫 Tom Cotton。说为什么叫 Tom Cotton？ 说因为美国的棉花的时代有一个汤姆叔叔的小屋啊 ，Uncle Tom's 的 Cambion， 所以我们这个新种的棉花就叫 Tom Cotton， 你知道？结果那个大家搞得啼笑皆非。当然这个事情只是昙花一现，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捉卡别人方法有很多，但是讲实在话，这种拿先进技术去卡别人的，会有一天万一被人超越的时候，然后人家做出白菜价，最后会让自己的工业体系崩盘，那个风险才是更大。好，谢谢张健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美伊战事，我们赶快来看到是川普真的怕了。这个时候，伊朗说要暗杀威胁，逼空军1号突然间被调包哦。另外呢，美军的最高将领现在急找战争的退路，因为川普打不下去了。另外还会关心到的是，德黑兰打垮了美国中东霸权，全力硬刚，一直要到2029吗？怎么回事？今天来做深度的分析。好，美伊战争，我们现在看到双方现在互瞄的地方地点就是在荷姆兹海峡的海上了，海权现在大家都在争。美军方面现在最新消息是直接瘫痪了试图要穿越荷姆兹海峡甚至是阿曼湾的货船。赶快来看到最新的新闻消息，这个是在8月11号的当天，美军瘫痪试图穿越阿曼湾的货轮。那伊朗方面同样的也是祭出了这个报复的措施，在8月11号这一天，这一架直升机它升空发射了2枚地狱火飞弹，击中了巴拿马籍的货轮哦。再来同一个时间，伊朗也反击了，是胡塞，因为他宣称攻击替沙烏地运送军备的船只。也门的交通部最新也说了，一艘埃及的货轮在曼德海峡这边遇袭，这2波攻击一共是造成了4名伊朗的船员，还有2名救援的人员因此死亡。好，其实呢，真正震撼的消息还不只是商船被炸，而是川普自己差点也成为伊朗所锁定的目标了。我们要赶快来看到是《华尔街日报》
的最新揭露，7月份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伊朗他去前往了土耳其参加这一场北约峰会期间，结果呢，他突然间在峰会期间收到了一个最新的情报。这个情报的意思就是说呢，伊朗方面可能会用肩射飞弹来攻击川普他的飞机哦，所以呢，白宫就赶快紧急换了一个飞机来载川普回去哦。那么，所以当时的决定是说，媒体还有包括了卢比欧、贝森特等人就会留在总统的空军1号的飞机上面、专机上面。那川普自己呢，就秘密透过掩护离开现场，再搭另外一架军机来飞离中东哦。但是这一件事情在事后，川普也开始做检讨了。他想一想说，其实当时这个做法似乎好像蛮危险的，好像不太明智哦。他认为说，如果说真的当时这个被伊朗发觉美国有偷偷换包的话，或许它会更危险，因为它这一架秘密的飞机，它没有空军1号完整的防御、跟通讯、跟护航体系啊等等。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干哥怎么看了？川普遭到伊朗的飞弹暗杀的威胁哦，可能差一点就要发生了。包括他住宿的楼层、飞行的路线都可能被掌握。最后虽然说换了飞机，但是不是其实当时反而让川普陷入更危险的一个绝境呢？干哥怎么看？好，川普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我要跟各位讲一下哈，美国总统他在出行的时候，只要是涉外的访问的话，他不是只有一架空军1号跟着走而已，他有整套的设备跟人员、器材都必须要跟着走。那所以说这一次他在土耳其，事情发生在7月8号晚上的10点20分，我们来还原现场。当时他在峰会里面接到幕僚告诉他有很重大的讯息，所以他老实讲一句，他有点提前就离开了峰会现场，而且呢，这次他坐上了空军1号，是我现在特别强调，这是旧的蓝白相间那一架空军1号，不是卡达送给他那一架那个红白黑的那一架新的，因为那架新的还没有做好，所以他家还没有改装好。所以他还是做那个蓝白相间的旧的叫 VC-25B 空军1号，他从这个就是说第一个舱门上去，这是惯例，大家都看到，媒体都拍照，对不对？结果他从对面那个门，他就走下飞机了，没有人知道。走下飞机以后，马上由密情局 Secret Service 的人员12个人，马上把他包起来，然后坐上一部什么车，你知道吗？餐饮服务车，专门载吃的喝的用的餐饮服务车。一个大总统被塞进餐饮服务车，赶快开始，那个车开得真快，为什么？绕到机场，跑到另外一头去坐上另外一架飞机，叫 C-32。好 ，C-32是谁坐的飞机？是副总统坐的飞机。美国总统跟副总统都有规定，不能坐在同一架飞机上。虽然不是硬性规定，但一般而言，总统的幕僚跟资源这些保镖等等，要自己坐一架。副总统是坐另外一架，是 C-32，有比较小的波音757改装而来的，就赶快被保镖簇拥着坐上 C-32，然后呢就飞上了天，最后降落在英国的空军基地。可是降落在英国空军基地之后呢，川普还是从旧的空军1号下来，因为旧的空军1号也跟着这一架那个 C-32啊，有所谓的空军2号啦。空军1号跟着空军2号也几分钟之后马上就降落，然后大家都还不知道，因为降落，贝森特跟那个卢特尼克啊，他们就说，奇怪，总统呢没跟我们坐同一架飞机啊？不对啊，总统怎么会从我们的飞机上，他又从后面那个门上来，再从前面那个门下去，整个细节我都搞清楚了。为什么？他要让媒体看到是从这里下来，一直到前几天他才承认，我金蝉脱壳，演了一出戏给大家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密情局接到了可靠的情报，伊朗已经派有特工人员要在土耳其的峰会现场要使用肩射飞弹对付川普，所以这个情报非常准确，所以他们马上密情局就采取行动。其实这边要特别强调，就是说美国总统的人身安全他们在确定情报可靠的时候，他是
不管任何阻碍，他都一定要贯彻到底，而且知道的人绝对不会超过3个，然后这3个里面不包括总统本身。所以这个情报非常非常正确，就是说可信度很高。当然到最后，总统的空军1号并没有受到攻击，这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报角力以及间谍行为？说句实在话，将来可以被拍成电影。不过以我们的角度来看，川普受到了生命威胁是真的，而且他是受到了来自伊朗的正面威胁，所以才会有今天会有这件事情被披露。所以川普到最后说：“哎呀，这个飞机在万一真的被攻击的话，那个空军2号 C-32根本没有什么任何防御设备啊，没有错。但如果伊朗连你做空军2号都能查得出来的话，那你早就没命了。”是好，所以现在也可以看得出来，伊朗他现在掌握了非常多有关于美国，不管是在军事上面，或者是总统他的相关去中的情报。那另外一方面，接下来川普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对付伊朗呢？在现在川普急着要停止这场战争之下，他也祭出了3个方法，但是有没有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来看到3个，第一个他说，那我们就继续盯着伊朗，看他的经济到底还能够撑多久。第二件事情就是打击伊朗，实施更严厉的军事打击。第3个就是呢，再继续经济施压，用封锁制裁的金融工具逼伊朗低头。其实现在看起来，美国已经没有太多的招数了，尤其是美方的军方高层都已经开始松动，对于整场战事来说都非常的没有信心。CNN 特别披露的这一位是美国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了，他已经私底下向川普高级顾问提出警告说，美国啊，我们现在必须要赶快找出一条能够离开这一场美伊战事的退场机制，就是因为现在包括了许多的军事武器都已经不够用了。好，我们来看到 CG 有哪一些呢？包括了现在已经见底的精准打击飞弹 PRSN， 还有战术飞弹ATACMS， 战斧巡弋飞弹的库存也已经不到一半了，爱国者剩下35%，萨德也不足62%。五角大厦现在在说的就是说，我们要赶快大幅提升这一些长程武器的采购，还包括了这些关键的拦截武器，像是PAC-3、MSE 等等部分的武器规模、采购规模，他们甚至预期比目标现在目前需要的还达到多了10倍。张健老师怎么看？这样子就有办法继续跟伊朗耗下去吗？虽然他们想了很多的方式，然后希望去扩大这个就是飞弹的补给跟扩大生产线，但是呢，远水啊，这个救不了近火。这个他目前啊，就好像是碰到这个所谓顾策之腹啊。就是富与困啊，顾策，这个富与困何策？难带西江水。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就是说，刚才听说他们3个策略，你听起来有没有像程咬金的3斧头啊？他要是能够有本事的话，他老早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觉得他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啊，没有真正的完整的策略就盲目，所以主帅不可那个怒而兴师，你没有想清楚，你就这个就开始动手。所以我就讲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台湾社会，经常有人讲说，我们面对两岸冲突，我们应该想好这个退场，就是说我们要想好这个所谓终战之道。然后终战之道就马上被人扣帽子，你是投降主义如何如何？你看吧，没有终战之道。美国打阿富汗、打伊拉克打得满头包，现在打伊朗又打得满头包。所以你要知道，你不知道到哪儿下车，你就不要随便乱上车。这就是标准的情形。好，那如果这样下去看的话，这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到底会打到什么时候呢？其实伊朗现在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他说他可以打到2029。我们来看一下细节，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披露。他说呢，川普最近几周已经私底下向几位高层幕僚表示说，他觉得他是不是要认输了呢？只要伊朗愿意全面重启荷姆兹海峡，即使呢没有完成核协议，那也就算了吧。我们甚至愿意就这样子结束战争，并且宣布胜利。那德黑兰呢？看到即使是川普提出了这样的条件，他也没有要让步的意思，他的条件越开越硬。这当中还包括了他说，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还有呢海上封锁，还有释出你冻结的资产。退出相关部署，讨论战争赔偿等等，甚至呢，伊朗是不是他真的已经准备好要长期战了呢？因为他最近一口气调整了6名强硬派高阶军事将领，似乎就是要做长期的军事对
抗。伊朗的高层也放话说，伊朗可以一路撑下去，等到川普任期2029年1月20号结束为止。好，这话就直接放出来了。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波湾地区对于川普的不信任度持续的提高，3个国家现在说要一起来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也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跟巴基斯坦。其中一个国家只要攻击的话，其他的国家就视同被攻击。像这个怎么看？是伊朗看起来是要继续的撑下去，打到2029，打到这个川普的任期结束为止吗？好，首先我们看川普，川普现在怎么看他呢？我是这么看的。首先你要看到还有几个大头痛，那大头痛底下有很多无数个小头痛。伊朗现在川普最大的头痛就是伊朗不就范，这个不就范就不如他所愿的，无论是上谈判桌或者谈包括这些核浓缩铀以及包括荷姆斯海峡的部分的通行，这川普的这个大头痛之一。第二个大头痛，大头痛是什么？就是美国自己本身现在面临现在整个。就是它现在包括以飞弹、武器库存不足、消耗过大、生产太慢，就武器这一块，这是川普，特别是在这个7月23号，对不起，7月23号就突然不打了之后的很大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弹药不足，两大头痛。可两大头痛延伸其实都是还有小头痛。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他要生产很多的库存的部分要弹药，他就逼洛克希德马丁。可洛克希德马丁最近跟他有2个冲突，第一个冲突跟川普，第一个部分是好，你要我生产那么多弹药，但一颗萨爱国者飞弹最新的就要大概要5公斤的各类稀土。那稀土你美国政府要找，因为中国在管制嘛，他就丢回给他，就写信给川普。第二个部分是最近很大的冲突，就有关乌克兰，因为现在川普有点想让乌克兰自己在他们的境内生产萨德跟爱国者飞弹的，特别是爱国者飞弹。对，就他们其实洛克希德马上去对接之后，回来之后非常非常生气，因为泽连斯基说怎么会那么贵呀？然后可能我们这边做一台只要1/8甚至1/10的钱就够了，就立刻把美国军工业的很多的这个底库撕开。这些大小头痛其实都是围绕着现在有关于美伊战争的后续，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川普现在各方面军力的调度，所有的一切准备，包括这些忍让，仍然都是准备一场终极的对伊朗的打仗，这个应该还是没有消失了，还是在继续。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要看伊朗最近在干嘛。其实刚刚思明讲到很大的关键，伊朗其实虽然并没有变来变去，可是要观察伊朗情势，就是要看他的人事转变。在这一波的人事当中，最重要的要看谁，就是雷扎伊。他刚刚接任了这个伊朗的国家最高委员会的国安委员会的秘书，意思他就是穆吉塔巴现在赋予他，那么衔接穆吉塔巴个人最高的权力意志。那么我们看这2天他上任之后就2天而已，这2天之后他有哪些转变？首先，整个雷扎伊的部分表达了伊朗部分，第一个。对于所有包括这些胡塞组织啦，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啦，包括叙利亚哈马士，所有这些兄弟当中大点名，告诉大家要一起努力一起对抗美国、伊朗，而且要求是要对美国、伊朗要求他们赔偿。所以这里头有点在整队的意思。第二个部分值得关注的部分是，先前跟阿曼谈的荷姆斯海峡开放讲得七七八八了，好像包括议会也在修法了。雷扎伊上台这2天，突然又整个收紧。没有再继续往前推进，那么这里外界有传出，有可能是中国部分介入表态态度，因为就这2天，中国大陆呢，包括有派大使驻德黑兰大使去跟雷扎伊见面了，跟包括外交部长见面了，表达中国的对荷姆斯态度是，中国认为应该要维持自由通行，他们委婉的啦，表达并没有那么支持伊朗收费，然后等等，但是。强调伊朗有权，也应该跟美国、跟这个以色列的部分要求损失。所以这个态度，我们看到是伊朗好像有听进去。所以这就使得讲呢，就刚刚提到的，现在我们知道呢，整个伊朗的整个波湾的部分的状况，刚刚提到的这个沙特、土耳其的跟巴基斯坦这个结盟，它背后什么？它是逊尼派。我们要知道，伊朗本身在绝大部分是什叶派，感觉起来美国最近不是没动作，他有点让沙特火大之后，要把整个波湾地区的逊尼派集结起来，变成逊尼派跟什叶派的对抗。所以这个部分要破这个局，看起来伊朗有收摄回来，在荷姆斯海峡设备就稍微收缓。那么我觉得中国在意的是，如果你变成是穆斯林，你自己打仗。美国隔山观虎斗，整个伊朗可能就跳脱了这次的棋局了。所以在这一次当中，我们看到伊朗有一点点在人事变动就有点修正，因此这个大战略有没有可能破了现在美国正在盘算让你们穆斯林波湾国家自己互打的这件事情？那么真的被破局了呢？
而后面川普会不会继续头痛其他他自己跟接下来其中选举，还是值得观察一下。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要赶快来看到是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粮食牌直接掐住了川普的票仓哦。现在呢，针对于这个美国要出口这个胡桃，他们要来正式的开刀了，课征的部分是54%的一个保证金。那其实胡桃只是一个前戏而已，重点是中国大陆想要卡关美国的接下来出口给中国2500万吨的大豆才是重点。美国的农民现在很害怕了，是说北京会不会接下来翻脸不买大豆了呢？今天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好，关键就在于今年的9月份，川习会即将要登场了。北京现在先出了一张川普最怕看到的牌，不是我们先前谈的稀土，不是晶片，也不是 AI， 就是有关于美国农民的生计，而美国农民的生计也会直接影响到就是川普他的重要的政治选票了。我们先来看到的最新消息，8月10号这一天，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呢最新针对于美国进口的胡桃实施高额的临时反倾销措施，产品只要进入到中国，接下来你都要缴54%的保证金，意思就是说你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胡桃呢，等于你的价格就垫高了1倍。那么不只是针对美国，还针对了墨西哥。墨西哥进到中国大陆的胡桃也要课征，最高也是同样达到了50%以上的一个保证金的税哦。那么他们的理由是因为认定美墨产品存在倾销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对中国国内的产业会造成实质的伤害。重点来了，为什么中国大陆要选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针对胡桃来课征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保证金的税务呢？不是说要暂时来休战，甚至说要好好来谈 AI 吗？为什么突然间北京要给川普一个警告呢？现在大家就在看说，重点的大戏是不是就是在稀土了？因为美方一直最希望就是中国大陆赶快买这个自己的稀土。那我们也来看到有关于稀土的量。2016年，中国从美国稀土大豆是一度占中国进口来源高达了41%，但是2024年只剩下20%，直接减少了一半。那中国大陆不足的这个大豆从哪里来呢？现在是看说转向了巴西、阿根廷跟乌拉圭等等的国家。接下来美国农民怎么办呢？少了几千吨可以输出他们重要大豆的国家，美国农民会不会成为牺牲品？尚志哥怎么看？好，中美之间开始有点紧绷，有点冲突咯，大家要特别关注。这个是在整个5月呢，这个北京川习会之后，不是气氛很好吗？说要有一个这个稳定的战略什么合作关系、建设关系什么鬼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历经了3个月后，所有这些谈的东西是不是就进入紧张状态了呢？我们现在来看中国对于中美之间，大家要分层来看，什么意思呢？更核心、更战略高层的是跟科技有关的，科技的、AI 的、战略的、国防的等等的这些东西，这是大家彼此不让的。然后呢，它有一个下层，因为下层的东西跟大众、跟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生活有关，这里头就是贸易的。然后另外刚刚讲稀土也算是已经是战略了哈。好，所以特别是在贸易这些跟其中选民有关。好，中国大陆商务部突然丢出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它是针对于坚果类。胡桃大家听不懂，就是核桃啦，就是坚果类有核桃，这次这个里面清单有核桃，有开心果，有杏仁，这都所以影响加州其实蛮多的哈。那但是这里头怎么说呢？这里头其实第一次出现就是这3个关键叫做反倾销税。中国大陆过去对美国没有推出反倾销税，往往都是报复性的一些关税啦或抬高，在农产品这次出现反倾销，这是第一次，因为中国大陆开始用
反倾销这个东西在农业上出现了哈。那但是我们看说他为什么要这样？除了拿到这反倾销吗？其实这样背后，其实我们也都理解，中国大陆因为长期以来对于所有过去对美国农业当中就是优先美国嘛，早先对优先美国，但是中国大陆这些年，特别是这2-3年的，是开始对于长期的供应链在做分散。我举个例子，这是这个核桃，除了中国大陆自己云南、新疆也开始生产很多核桃之外。核桃跟乌克兰买很多很神奇哈。那么，所以这里头其实有些中国大陆这些战略的考量蛮有意思的哈。好，但是重点还是中美的这个贸易冲突啦。大家其实在关注的，除了这个核桃，这是一小部分，还是在看现在中美贸易当中5月大家甜蜜蜜。那到底现在，比如说大家就看美国的大豆、玉米、高粱、小麦，这是很重要一块。畜牧业的包括牛肉这些所有的进口，还有另外包括水果，这通常是这5大类啊，3大类。我们来看大豆大豆很重要。大豆是这样子，先前谈判5月的时候讲的甜蜜蜜，2026到2028年连续3年，每年要采买2500万吨。好，中国1年全世界买需1.1亿吨。好，所以2500万吨现在大概都20%而已。结果到目前为止。包括上个礼拜才刚刚又买了80万吨，才买600万吨而已。好，当然美国大豆是这样子，它通常是下订单，现在买订单，10月、11月才装船，好才装船。可是我们看中国大陆到底那1月到6月嘞，好，1月到6月中国大陆全世界，尤其巴西买了多少？买了5000万吨啊，所以达标了。可是唯独美国没有按照规划买，所以这里头还是有施加压力的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看起来其实，在5月份之后，好，但美国中国大陆为什么在这个当中，没有符合先前5月谈判的气氛呢？是中国违背诺言吗？没有。中国大陆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你的贸易、我们的稀土、中美之间所有一切是针对于台美军售这件事情，140亿美金。你要有交代，当时是这个完全就是摊开来讲的。当时其实也就是这个他们说回去考虑干天，可是回去已经快100天了。美国方面对于台美贸易没有后续，对，没有吱声。而且最近看到对于日本方面的很多军事动作，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对于以色列啊、乌克兰等等，然后呢，乌克兰要跑到台湾要来做无人机这件事情，包括我们刚刚举的汉光演习当中，整个完全这个张晋大哥是专家了，所以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剧本、美国的要求、美国要检验的东西，跟过去汉光演习不一样。所以美国方面你可以看到，不要说台美军售，对于台湾军事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背后的，不要说指指点点，背后在操盘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丝松懈，甚至更加强。所以这个背后是不是真正的回到来讲，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关系包括农业贸易承诺的东西都停手，无论大豆买了600万吨而已，然后呢，包括现在还丢出一个核桃的。新的反倾销税正在加大压力，因为现在已经8月中旬嘞，不是说9月，还剩下不到40天，那个习近平不是就要去美国了吗？对，难道习近平因此不会去美国了吗？应该是接下来中美所有冲突当中，大家会集结的结论，习近平去不去？还是说川普也没有让习近平去，故意创造一些现在这些紧迫的条件，让北京说不去了。究竟这又是谁在操控这个局呢？好，所以中国大陆我们看到用农业来反制针对于美国的各种地缘政治上面的动作，那确实当时承诺的是说2028年要总共买到这个2500万吨是每1年，但是现在看起来真的只有600万吨。那接下来这个来自于美国的权威战略期刊的外交事务指出呢，粮食问题可能成为接下来美中之间施压点，而这种饥饿游戏已经成为中国地缘政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筹码了。中国大陆现在在打什么样子的一个牌？张晋老师又怎么看？我想大家必须要了解，就是真正所有这些农产品的谈判有很多跟季节性因素有关。就拿大豆为例，巴西跟阿根廷在南半球，它跟那个美国的产季恰好是相反的，所以当时在谈判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巴西在抬价，在拿敲，所以他跟美国谈是放样子放话，然后做样子给巴西看，巴西一看不行，那个价钱抬过头了，回不了头。然后呢，阿根廷趁虚而入，所以他就大量买进。那等到这个阿根廷的密契约，巴西急了，价钱哗跌得比原来抬价钱更糟。所以这是商业谈判之中。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所有的船运所有的船只，你不是说你买了之后它保证一定运得来，你还要去配套陆地上的运输，然后装船如何。
我觉得现在啊，这个基本上是在摆态势，因为我所知，所有后续的船运的这些之前的订约都已经在去，中国这个农粮总公司都一直不停的在做，只是啊不见兔子不撒鹰，不到9月份去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之所以习近平去访问呢，这个美国是要配合川普演这场戏，9月去，然后希望造成这个声势，然后呢11月。假如你今天没有把后续的那个运销的船、这运销管道弄好，你9月放话说买了，你到了11月还是运不出来。所以很多事情啊，其实我们今天要了解，它不是专门去打击农民的荷包，它专门去打击你政治对手的票仓，那才是重要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能够让川普低头，是因为这些种大豆的都是他不能输掉的州，他要输掉了州的话，那整个的翻盘他就马上就。立刻就跛脚，所以我们就讲这个，我们天天在这边讲反渗透法，那个外力干预跟诱导，你要有本钱啊，对不对？你要约制啊，你能够就是说，尤其是你要约制的对象，他是用感性思考，他不用脑子了，所以才会被左右，才会被操纵。为什么拿出那个核桃来？因为核桃不是主食啊。核桃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而且这个数量相当有限，所以才有操作空间。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这一场这个粮食战还在持续的打当中哦。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跟科技战比较相关的，是美国又有动作。好，7月底的时候，美国开始限制部分的外国机器人跟电力的逆变器，接着又把数十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当然了，中国立刻反制，几个动作：第一个，审查美国的资安产品，加强无人机产品出口审查，制裁美国的实体，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打压美国的胡桃等等核桃哦，等于是说美国打一拳，中国大陆也就会做同样的回击。那干哥怎么看？接下来习川会大豆又能换到什么呢？其实我跟你讲哈，美国一直在做一些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事情，就是你明明知道。对于美国农民而言，不管胡桃、大豆，这些都是很重要。但你为什么在就是说7月的时候限制部分外国制机器人跟电力逆变器？我告诉你，这2样都是中国出口的大宗。限制外国制，其实你就是讲中国制就对了啦。那它根本就是中国在做的嘛。电力逆变器更是，对不对？所以老实讲一句，你现在就是冲着中国而来的。政策，然后这个是7月28号发生的，7月30要过3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43家中国企业啊，又列明了压榨维吾尔人，铝啊、铜啊、黄金啊，通通有份。最重要的是棉花，还在讲棉花的事情。哎，美国的参议员也是很累，为什么？因为一直有什么国际组织，一直去啊，有去国会游说啊。我跟你讲，还有很多中国少数民族受到压迫啊，在这个什么在教育营啊，上面还有塔那个监视塔在控制的，他们在血汗工厂里面做啊，所以43家又上了名单了。所以我看中国就一直冷眼看你啊，你现在几天之内你搞这么多花招，好，那没有关系，我们也来搞一个对外贸易法啊，叫开始进行国安调查，国安调查。我不是在这上面反击你，我是在农业上反击你。对，所以说刚刚前面2位讲了很多，你知道中国1年需要多少大豆吗？不是说一定会跟美国采购2500万吨吗？中国需要1亿吨。中国13亿人口，他们需要1亿吨的大豆才能够过这个冬天，但是美国没有办法拿大豆来当做谈判的武器，你这样听起来会非常吊诡。你要从哪来呢？我要从哪来？我告诉你，我现在从巴西跟阿根廷进的大豆的品质跟价钱都超过你美国。今天我要跟你美国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维系着这个双边贸易，让它不至于瓦解，这才是最重要的。胡桃也是一样。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中国就拿胡桃干，张老师讲的，说这个，因为胡桃它毕竟不是主食，他拿胡桃来反击，当时就已经有用到说反倾销的考虑，
保证金，还不是反倾销税哦，从保证金上面下手啊，认为说胡桃销到中国是不公平的，所以说课征54.3%。那个时候你知道乔治亚跟那个亚利桑那的美国农民跳脚啊，气死了，比大豆农还要跳脚，还要抗议，所以大家就晓得，其实老实讲一句，中国它其实它要反制的话，它有很多方法，也有很多手段，只是还在维系着双边贸易的基本的依存关系而已。所以美国，你真的不要搞错了。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中日的晶片大战现在升级了。日本呢配合美国，美国不是限制了不管是 EUV、DUV 对于中国大陆出口的限制吗？那现在呢，中国大陆决定要做的就是套定律啊，甚至做3D 封装。现在日本也要加入了，日本加入就是考虑限制有关于中国大陆的3D 封装的一个技术。那中国大陆的反制动作则是断了它的屋。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做深度的分析。好，美国现在最不想看到的一幕是不是正在发生呢？因为它要封锁大陆的 AI 晶片，但是没有把中国给打趴，反而逼出了一个更强的华为。我们来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是来自于 TrendForce 做了一个统计，说呢，现在全球有关于 AI 的这个高阶晶片的市占率，中国大陆已经逼近了90%，出货量现在来到了80几万张。我们来看到，其实辉达在中国市场一度是非常的风光的，一度是接近市占率95%，现在怎么跌落到只剩下个位数了呢？如果把 AMD 一起加入有关于市占率的部分的话，等于辉达加上 AMD 现在在中国的市占只剩下了1%的。华为是靠什么崛起的呢？先前我们聊了非常多，不管是它的算力集群的技术，或者是套定律，再到这个3D 的堆叠技术，都是一些最新的技术哦。那么它把电晶体做得更小，然后把电路往上堆，做垂直的整合，借此缩短资料输出的距离，提高它的电晶体的密度跟整体的效率，也就是不走摩尔定律这一套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它在2026，也就是今年的9月份，会推出的它的 Mate 90系列的手机，里面使用的晶片就是会搭载华为最新的麒麟2026的晶片，现在说可以做到2031年目标瞄准1.4奈米的电晶体密度。上次哥怎么样看？美国的晶片封锁反而养出更大的一个华为这样子一个竞争对手嘛？你怎么看？好 ，TrendForce 是非常权威的媒体哈，他在去年12月的时候预估的数字是中国在全世界这个 AI 的这个我们现在讲不是顶规啊，叫高阶晶片，就还不错，常用的这个晶片，他当时认为是50%，所以结果他现在修正到今年的话变成90%，哇！高阶晶片90%都中国大陆，那可怜啦！你想为什么可能不是都说中芯国际生产什么产能良率很多问题，然后大家心目中都以为大概全中国只有中芯国际里头什么1-2条产线，真的不是啦！你真的是都搞不清楚，是这样子。而且现在高阶的 AI 晶片现在不是一片一片卖了，现在都是做大家想象，现在不包括华为也公布了吗？辉达也都是，这一整个机柜啊！所以一个机柜有是几千个、1000多个，现在是卖这种的一次，而且这一个也都很贵的哈。好，所以这个有量，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现在讲说90%80万张到今年年底之前是这个概念。好，但是其实大家还是有点搞不清楚，现在在中国大陆、全世界都一样哈，但主要台湾也是。主要是大家讲说通用的 AI 晶片，就是辉达我们听到的用这一型那一型，然后华为升腾晶片，然后包括930、RT 等等，都有个品。好，但是其实不知道有很重要的东西叫做 ASIC。台股有人大家在买股票的知道，台湾有人专门在做 ASIC 的部分的半导体晶片，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些企业定制的 AI 晶片。
比如说像腾讯、阿里巴巴跟等等百度，他们需要很大量的晶片，他们的运算可能跟商业什么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是定制晶片的，这个不是在外面卖的，可是要做一大堆，所以这个数量是包括通用型机柜里头这个等等，然后另外这个 ASIC 晶片，但通常 ASIC 晶片不会对外宣布，但是最后产量会知道，原因在此。但我们现在整理一下，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当然，首先第一个部分是美国现在限制出口这件事情，真的把辉达弄死了。刚刚讲 AMD 加上辉达，现在晶片剩10%，这是真的，因为你都卖不出去啊。那中国大陆也没有企业买啊。第二个部分，现在除了华为、升腾，你以为只有升腾晶片没有啦？中国大陆还有寒武纪，然后还有木犀蛮厉害的，另外还有像天数、智新。木犀是什么？我们前阵不讲华为不是有个机柜很厉害吗？结果今年2022年中国选出最厉害的机柜是木犀，还赢了华为。这不是只有华为这一家而已，所以这些都能够做机柜，能够生产晶片的。第三个是当然中国大陆国企，只要国家单位都采购，大基金都在投资，企业看了最近不是讲说要所谓有一个6网，其中有算力网的投资是几兆人民币在未来3年之内，所以这里头其实都是企业看看好像都真的，就大家都投入买中国大陆的国产晶片了。然后现在第4个就是软体架构也做得还可以了，就像辉达的CUDA一样，你有晶片还有软体架构，那么华为他们越写越好。当然还有另外主要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增量，就新的厂商要买，比你原先旧的买了一些辉达晶片要换更强。所以这里有新旧都在买新的，这整个动能所在。但你不是说中国大陆厉害到死了，还是得说它晶片的顶规还是做不好。它的这个节点 HBM 光靠长兴不够，还是要买三星、海力士。另外它的生态还是比不过 CUDA， 但是都在追，以今年追的部分程度能够到这个地步，还是吓死人了。好，所以另外我们也看到说，那在高阶的 AI 晶片的部分呢，美国跟荷兰不是一起限制了 EUV 跟 DUV 对于中国继续卡脖子吗？现在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也决定跟进了。日本是从后端，也就是晶片的封装来做下手，包括了卡住 Triplets， 还有2.5D 跟3D 堆叠的先进封装技术哦，不让中国用堆的方式来弥补制程上面的差异，而且会从8月1号开始做这样的限制实施，真的能伤到中国大陆吗？还是会逼出一个中国大陆自己比较厉害的一个先进封装的国产化？干哥怎么看？好吧，你要真的这样搞的话，没关系啊。我们现在中国正在转向什么叫 Chiplet， 好 2.5D 好 3D 堆叠跟先进封装用堆嘛，对不对？不然先进制程我们还是差嘛。好，日本看到这样很简单。我跟你讲，日本这个鬼这个鬼子真的想方设法已经很久了。8月1号开始我跟你讲，当日本精密机械老师讲一句，我们讲出来你真的会觉得头皮发麻，太多了。高阶固晶晶圆减薄、雷射切割、高精度分选机，还有先进封装设备，他通通都说。我们要纳入严格的逐案审批就对了，所以今天老师讲一句，逐案审批的意思就是说会可能过不了的意思。所以中国你可能这些东西我跟你讲最后封测的阶段要是过不了的话，你再怎么堆都没有用，你知道？所以那这样中国就完蛋了吗？我告诉各位，中国现在又祭出别的方法。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么多稀土，对不对？你看现在就不晓得为什么又中国跟日本之间又出了这个问题，叫做中国出手钨，什么钨？这个钨叫做什么？这个钨严格讲起来你觉得听了你会觉得有一点，我来解释一下，叫重钨酸铵。重钨酸铵是什么意思呢？伯仲的重。重钨酸铵其实老师讲一句，它就是碳化钨啦，碳化钨跟钨粉那这个东西对日本来讲，那更重要。为什么？工具机、切割机，老实讲，都是用这种重钨酸铵作为原料，那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中国就记出来，没有关系。全球的钨就跟全球的稀土是一样的，在我们中国的产量是80%，然后现在我们就对日本寄出这个重钨酸铵不出口了那你要知道，日本对于钨是非常依靠，因为大家记得吧？日本武士刀有没有？武士刀，那个是那个年代古代的时候，
现代的武士刀你一定要加入钨，其实古代就在用钨了，你知道？所以那是日本的一种精神象征。你现在没有钨的话，你知道日本本来是跟谁？除了跟中国以外，最重要是跟美国采购。所以美国现在钨也不出口，对，美国也不出口，中国也不出口，他们去跟谁要？所以跟你讲，全球80%的钨因为掌握在中国的手里，而且钨的冶炼加工到那个高制程的过程都是掌握在中国手里。没有关系，日本你读我的封装最后的测试设备，我也读你的钨。我跟你讲，真的在原料设备的进口跟那个竞争上面，到最后一定会是中国胜利的。对，好，有关于干哥特别提到的钨的部分哦，确实中国大陆对于这个美国、日本的限制是这样子的。从2月份到4月份最新数据出炉哦，这个钨粉跟碳化钨对日本的出口是直接归零的。那确实呢，现在可能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日本的这些精密制造业，不管是精密机械、汽车、电子、军工，通通都离不开。那包括了刚刚会特别提到的嘛，这个日本于是就去找上了美国，希望说，那美国你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我多一点的钨呢？因为从中国这边拿不到。结果没有想到，因为美国现在也缺钨，所以正式已经宣布了，从8月27号开始会实施为期1年的出口限制，也就是说，钨会优先提供给美国，有剩下的才会用商务豁免的方式提供给日本。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日本配合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做限制，但是日本现在却需要钨的时候，从美国又拿不到手呢？张晋老师怎么看？我想大家必须要了解，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穷则变，变则通，但有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变通的。我们在人类工业的发展史之中，在很多地方就是因为受到封锁，或者说是这个供货断源，然后它就要想办法发展出来替代品。所以我们确实也有很多的工业的革命的升级，是因为发展出替代品。但是有一个同样的材料，而且你也知道它有它的稀缺性，你有你的市场依赖性，但是你却不能发展出替代产品，那就是表示它确实真的是困难所在。但是呢，这个事情到底日本会遭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要看日本啊本身的，就是我们应该讲说工业韧性或者说社会韧性，它的耐受度啊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它目前啊这个就是管制啊，它打击的对象是这个资本跟投资者，但是呢，它啊对于社会大众还没有造成强大的冲击。所以我看这里头之中，这日本啊能够撑得住，最主要就是它的产能啊萎缩。这个会受到影响，但你会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群体反弹？我认为那个还早。